7月23日，菲尔兹奖颁给王红之后，关于他的内容，你可能已经刷到了几十条甚至几百条了，天才啊、传奇呀、中国女性第一人之类的等等吧。那为什么还要点开我这一条？因为这一期我想会说一个可能不太讨喜的观点。大家好，我是明子，做了很多年法制和调查记者。我们和新闻记者不同，往往不善于捕捉热点。我们的工作不是让一件事儿更短平快地被看到，而是深度挖掘，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热闹的时候反而不能着急说话，因为深度和真相是需要思考和探索的时间的。所以这次也一样，等声音安静下来，我把王红获奖后接受《中国科学报》的专访认认真真地读了好几遍。读完之后，我想先说那句话：王红能走到今天，天赋是不能被忽略的。他小学跳2级，16岁就上北大，这不是单纯的努力可以实现的。他在法国的导师一眼就看出了他的数学天赋，把他推荐去了麻省理工。数学要学到他这个高度，和智商是分不开的，这不是我的判断。写《数学之美》和《数学通识讲义》的硅谷投资人吴军博士在一次谈孩子数学教育的访谈里说得很直白。他说，数学跟智力的遗传肯定有关系，而超前学数学、学奥数对大部分孩子没什么用。他特别补充了一句，他说，我是指大部分孩子的情况，不是指少数的天才。100个孩子里可能只有1个是那个天才，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孩子都被父母送去冲锋陷阵，当成了分母。我为什么要先说这个呢？因为这几天我看到太多的文章，从王红身上得出了2种结论，一种是看数学学习要趁早，赶紧给孩子报班吧；另一种是看北大差点让他放弃数学，是法国、美国成就了他，国内教育不行，得出国。这2种结论，我觉得都没有经过深度思考。第一种，吴军已经替我们回答了，他是百里挑一的例外，你不能拿例外给普通孩子定计划。第二种，我想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国内教育恰恰是成本最低、最公平的那条改天换命的路。别忘了，王红自己就是这条路走出来的。他是在广西小镇里出生的，上学成长的，对吧？然后他的父亲是中学的教师，然后他参加了高考，然后进入了北大，是这条路把他送到了能被世界看见的地方。那环境呢？这几年还有一种特别流行的说法，就是人要换一个能滋养他的环境才能成才。这也是我这几天在王红的事情里看到很多的。环境当然重要，但看过我就是清迈1年那一期视频的朋友应该记得我说过一句话：环境是显像液，你内心是什么样，它只会放大，它不会给你没有的东西，给不了你天赋，也给不了你没有的能力。这一点普通人需要非常清醒。所以天赋学不来，环境换不起，数学家菲尔兹奖、挂骨猜想，这些又离我们太远了。那我们看王红到底看什么呢？难道真的只能买一条卡地亚同款项链吗？这才是这期视频我真正想讲的。我觉得他身上有一样东西，不靠天赋，不挑环境，今天就能让我们开始认真反思，就是独立思考。我从他的专访里读出了独立思考养成的3堂课，每一堂我都会对照一下我们当下的通病。先用2-3分钟交代他的路吧，你会发现这条路不像传奇，倒很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然，如果你对他的人生履历已经很了解了，你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段。王红是1991年呢出生在广西桂林，父亲是数学老师。当时他不被认为是神童，高1的时候全年级100名开外，高2的时候是前60名，高3才进了前10名。高中数学联赛呢只拿过省内的一个很普通的奖项。然后2007年因为小学跳过2级嘛，16岁的他就考上了北大。但第一个卡点来了，那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1个人，他被录到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他从入学第1天开始就准备转系，那个过程被称为2次高考。为什么称为2次高考呢？因为他要转系的话，他需要同时学2个专业的课，而且其中据他说有3门课里面只能必修2门，有1门呢需要自学。大2呢，他转进了数学系，支撑他的呢是一句话：做数学我是非常肯定的。他有个想法，做数学能留下一些东西，说不定哪天就能证明一个定理。第2个卡点发生在他转系之后，他发现自己身处奥数金牌得主的窝里，同学那个就是同样得菲尔兹奖的邓玉被叫做邓神，而他是小透明，用他的话说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第3个卡点发生在他法国读研时，他认真考虑过转行学建筑，选了课，还去事务所实习了1个月。后来的路你们就知道了， MIT 的博士，2025年证明了硅谷猜想，2026年菲尔兹奖。
你看他有3个卡点，一个是走错门，当透明人，想放弃，哪一个你没有经历过？进入正题之前，我还想讲一个我认为贯穿他所有选择的东西，就是他的认知水平。我采访过很多人，人和人之间拉开差距的往往不是聪明，是你对自己对面前这件事情看得有多清楚。用俗语说就是这个人活得很通透，或者说这个人活明白了。放到王红身上，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学建筑那1个月。一个在数学里挣扎很多年的人，突然发现了一条看起来更轻松有趣的路。但是呢，面对这条路，他做的是分析。他的结论是，建筑需要先说服别人投资，创作自由受到了限制，而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建设想法。所以他决定把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并且给自己留了个口子，如果行不通的话，给自己5年时间，然后再重新选择。这段话里没有天赋，也没有应该，他也不问我够不够资格呢？我这样做会拿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也不问别人说你觉得哪条路更适合我更好呢？他问的是这2件事的本质是什么，哪一件和他要的自由相匹配。对于女性来说，我觉得这种认知水平尤其珍贵，因为我们从小听到的这种就是那种声音太多了啊，你要稳妥一些啊，你要差不多就行了，女孩子有什么知识够用就可以了，能够让你确保就是稳定的一生。这样的声音听多了，如果一个女性又没有建立自己看问题的框架，那就只能活在别人的框架里。你看王红，她被分特院系了，她就转系；她被当小透明了，她就继续做题；她想转行了，她就认真的试，认真的想，然后自己去拍板，我在什么节点，我下一步该做什么，我之前该做什么，每一步都是她自己给自己重新发牌。而这种认知水平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肯定是分不开的。接下来就重点说说我从王红的采访里学到的3堂课和一个前提。第一堂课就是为想本身而想。5、6岁的时候，他说他拿到那个小学数学课本，他最喜欢做习题旁边小框里的一个思考题，那个框叫做想一想。其中有一道题是7棵树，每3棵共线算1行，最多能排多少行？他看到这种题，他心里特别高兴。然后高中数学竞赛班里1周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他每一次都不以这个考试为目标，他对什么题感兴趣他就做什么。有的时候一道难题他可能要想好几天，做完了他还经常忘记对答案。忘记对答案，我觉得就是这个让我就很意外。对他来说说明什么？答案对不对就是不是最重要的，是次要的。他想的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收获，本身就是一种奖赏。这让我想起了我听过一个育儿专家讲过，说孩子写完作业他就要奖励，考了第1名就跟你要奖励，考级考过了，学钢琴学乐器对吧，考级考过了也要奖励。他说在他们家没有奖励，因为他会告诉孩子，你完成了作业，你考了第1名，你考级通过了，本身就是奖励。当然了，说这话是有上下文的，你听起来好像很冷漠，就是说他不能让孩子为了额外的奖励而去完成这些事儿，而是要培养他们完成这件事儿本身的快乐，也就是大家一直在说的内驱力嘛。我不知道王红是怎么有这样的内驱力，我也不知道他的父母在培养他内驱力的路上是否学过育儿专家的理论，但是很显然在这种想一想的时光里，他总是能进入心流，找到他的快乐。现在对照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这个时代思考是被明码标价的，学一样东西先问有什么用，能变现吗？对升学加分吗？看一篇文章先拉到底，看个结论，连兴趣班都要折算一下，看能不能写在自己的简历上，对吧？我们把想完全绑在了回报上，没有回报的思考被当成了浪费时间。可是你发现没有，一个只有在回报时才思考的人，回报一消失，思考就停止了。而王红那种不对答案的思考，练的恰恰是思考的续航力。所以我觉得独立思考的第一步就是应该把我们想一件事儿，想做一件事儿，或者想一个问题，从我要知道答案或者我要知道回报里解放出来，不为任何人也不为任何结果，就是只是想给自己看，我只是想做这件事儿，我只是想这个问题，我就纯粹的去想去做。第2堂课就是建立自己的理解。在北大数学系呢，王红观察到有的同学他不看课本里那个定理的现成证明嘛，而是先自己推导。推导呢是很慢的，
因为你经常会在这个解题的，就是推导的这个过程中会被卡住嘛。他说了一段特别重要的话我念一下原文啊。如果花很长时间想清楚了，哪怕最后没想出来，只算出一些例子，想到一些特殊情况，也能够建立自己的理解。而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是很重要的事儿。你看书上明明印着这种现成的证明，可是他们呢偏要自己去推一推。就是你可能觉得，就是在现在看来啊，这种办法是一个笨办法，效率很低的，因为已经有答案了，你直接看答案，你就把那个变成你自己的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去就是用很笨的办法去一点点的推导，自己一点点的再去重新计算一遍呢？现在对照一下，这几年最流行的是什么？就是拆解成功路径，什么3分钟学会一种方法论，然后或者照着做你也行等等，就这种标题。我们太想走捷径了，看别人是怎么成功的，记下步骤，然后直接模仿，跳过所有就是你自己需要摸索的环节。可模仿来的方法为什么经常在自己身上不灵呢？因为你只拿到了别人的结论，没有长出来自己的能力。别人的路径是他和他的处境怎么说打磨出来的，你的处境不一样，能力不一样，当然结果也不可能一样。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只能从你自己的就是摸索里、推导里，从自己的理解里生长出来。王洪的选择说透了这件事儿，就是慢一点，虽然方法看着笨一点，但是走过的每一步都是自己的。所以我觉得独立思考的第2步就是不满足于知道结论，一定要自己走一遍得出结论的路，哪怕走不通，走过的部分也归你。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对吧？我记得我刚做记者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写稿子，然后写完稿子会发给这个主编，主编会帮你修改，修改完了以后呢，你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制作，从结构到语句都会改。很多人呢可能就会拿到修改过的稿件后连看都不看了，因为主编都改好了嘛，就直接给这个配音呢配好音，然后去编辑。但是我记得我的主编跟我说你要自己逐字逐句再读一遍，看看我为什么这么改。不懂的地方你也可以拿过来问我为什么那么改，这样你下一次写稿就会举一反三了。我也很认真的这样做了，确实我发现这帮助我锻炼了我后来撰写稿件的能力。第3堂课呢，就是自己判断靠不靠谱。到了 MIT 他遇到了导师拉里·古斯，刚开始讨论的时候，古斯提的问题很深，他经常挂黑板，站在黑板前答不上来，古斯也不催他，就微笑着等他想。他带着混乱的自己都不确定的想法去找他的时候，他也从来不打断，从来不否定，鼓励他把脑子里所有的想法全部都倒出来，先理解，再鼓励他继续想下去。然后这是整篇采访里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段话，原文是这么说的，他说通过自己想办法，而不是通过别人告知，发现想法不靠谱，自己会积累更多的经验，知道什么样的想法是靠谱的，而不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看到他这句话，我们再来对照一下咱们的日常，就是遇到选择的时候，一般都会先看看热评怎么说，对吧？买个东西也要先查一下博主推不推。对一件事儿的拿不准，刷10条视频，哪个声音大就信哪个。我们把判断这件事儿，你发现没有，就是一点点的外包了出去，外包给算法，外包给大 V，外包给大家都这么说。外包确实很省力，而且给咱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在有些方面确实是怎么说是媒体科技的进步带来的。但代价是什么？是你的判断力永远停在原地，而且总有一天会有人替你判断你不该让他判断的事儿，对吧？就比如说现在 AI 吧，我想起刚用 AI 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用的最多的是让他拍一下超市的货架，我应该买哪个产品，然后拍一下路边这朵花它叫什么名字呀，它的产地是哪里呀，它什么习性啊等等类似之类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时候，你没发现包括有的人，我跟我丈夫应不应该离婚呢？然后我的孩子应该怎么教育呀？或者我这个房子应不应该卖呀？就甚至种种之类的这些人生大事都会让 AI 来帮他判断。所以这个事儿是好是坏，真的是一件值得斟酌、值得商榷的事情。说回王洪得奖后，大家也都在赞美这个古斯这个导师嘛。我觉得古斯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明明知道答案，却忍住不说，等他自己发现想法哪里不靠谱，因为被告知不行，你只是被否定了，自己想明白为什么不行，你才长了判断力。还是跟刚才说的那个前面那个话题一样，你也会从自己的独立思考中
增加一些正反馈。所谓成功才是成功之母，你才会察觉出独立思考的好处你也才会继续进一步的独立思考。如果只是被单纯的告知不行，那你会越来越依赖权威，对吧？如果你是自己想出来的，自己知道为什么不行，这才会让你慢慢的成为自己的权威。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其实3堂课底下，我觉得还藏着一个共同的东西，你注意到没有？就是他所有的关键的时刻几乎都是一个人的，除了后面他聊到去法国之后意识到了一个团队一个伙伴的重要性。他5、6岁的时候一个人想一想啊，高中的时候一道题一个人想好几天啊，然后比如说转系那2年，他一个人泡在图书馆学那个就是数学分析啊，自学。然后当小透明的日子啊，一个人挣扎什么之类的。还有比如说去那个建筑事务所那1个月，也是他一个人对自己的一次审视嘛。即使是后来有了合作伙伴，有了这个就是一起做课题的人，更多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人在卡壳推不出来做不出来的这种循环里。比如说他说他郁闷了，他就会周五买份饭到那个研究所楼顶的公共休息室里，坐在一边放空，然后听别人聊天，听着听着他的神经就放松了，然后他又有勇气回去接着解题了。有一个数学家叫苗长兴，他评价王洪说他绝不是一战成名，就算没有证明挂骨猜想，他其他工作也已经达到了菲尔兹奖的水平了。我觉得这才是绽放的真相，不是绽放的那一下，而是一个人在一个很漫长的可能看起来就是怎么说都没有进度条的日子里，在孤独中反复的被卡住然后消化，然后再来，然后再被卡住。他只是把这件事儿做了30年。所以独立思考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前提，就是你得先能忍受孤独，而这恰恰是我们正在失去的能力。算法和短视频把我们喂养的太好了，好的我们害怕任何1秒钟的空白。你拿不准的事儿，你马上就会找人问吧，有了个观点马上就会找到一堆同盟。夜深人静的时候，本来是一天里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们是怎么度过的呢？刷着手机，让别人的声音填满自己的脑子，然后一直到睡着。你想想，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想着一件事儿，想清楚一件事儿入睡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手机的时候或者手机媒体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真的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想今天发生的一件事儿，我要把它想清楚想透。但是现在慢慢的也就是刷着手机，可能等得很困了，然后把手机插上电然后睡觉。不是我们不会思考，而是我们不给思考留时间了。思考是需要空白，需要安静，需要那种没有人递答案也没有人点赞的独处。王洪他能在没有进度条的题目里一泡就是5、6年，靠的肯定不仅仅是天赋，而是他还享受着的那种孤独。忍受孤独，我觉得它不是说性格内向，是一种能力，是你敢让自己的脑子单独和一个问题待在一起的能力。这个能力我觉得已经很多人都不具备了。最后回到开头那句不讨喜的话，我说王洪的天赋是不能被忽略的，这句话的后半句现在终于可以说完整了，就是天赋决定了他能走多远，但是他身上真正值得我们看的恰恰是那些不靠天赋的部分。还记得显像液吗？环境不会给你没有的东西，它只负责放大你内心已经有的。天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放进去了，但有些东西可以。为想而想的习惯，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判断，还有一点点忍受孤独的能力，这些就是可以被放大的底片。你把它们一样一样的放进心里，无论身处哪个环境，显影出来的你都会比昨天更好更清楚一点。所以看完王洪，我觉得普通人真正能拥有的同款不只是那条卡地亚项链，是睡前想清楚一件事情的10几分钟，是看答案之前自己先推一遍的笨功夫，是不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的那一点点倔强吧。项链是会过时的，但是这些东西却永远留在了你的头脑里。他用30年证明了这件事儿，慢慢想，反复想，一个人想，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力量就是这样长出来的。好了，最后留一个问题给我自己，也和你共勉，就是今天晚上睡觉前能不能不刷手机，就想一件一直没想清楚的事儿，想到哪儿算哪儿。希望你也跟我一起这样做。我是明子，我们下期见。